家，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，却只能装傻。多谢郡主。潘公子上次所作的画，我十分喜欢。宫中的画师虽为我画过诸多肖像，却从未有人如你一般画出我的神韵。能得郡主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以前只当潘廷尉家只有一个独子，没想到还有你。我对笔墨丹青也颇有兴趣，以后你时常进宫来教我作画吧。多谢郡主抬爱，只是潘某早已有婚约。易水之举，是为逼我父亲告知我那未过门娘子的下落。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郡主见谅。我知道，不就是那个杨家孤女吗？听说她已经失踪10年，说不定人都死了。难道你要为她守一辈子吗？婚约能结，亦能解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皇上自会答应。郡主，他10年不见，我等他10年。他若是死了，我终生不娶。可你跑了，你怎么跟皇上交代？我会跟他说，我非你不嫁。相信他会给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你放心，皇上那儿有我。你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明真相，为国除奸。郡主为了救出朝中奸臣，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誉。若没有他，我甚至都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，更别提到河阳当县令了。我都不知道你回京之后如此凶险。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？他是对上官芷动了真心，才特意跟我解释。上官芷啊，先别说话，先别说话。这卷书中记载的虫谷之术对我们查案很有帮助，我要先看看。好，你慢慢看。就这儿吧。好。来，看看有什么想吃的。哼，你对上官芷还真是温柔细致。南去名菜，西湖醋鱼怎么样？太酸了，不吃。酸。酒酿圆子。
哎，腻死了，太甜了。那油焖竹笋，谁要啃竹子啊？上官小姐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几位客官想好了吗？吃点什么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给你打听一下，您知道沈慈家在哪儿吗？你要找沈慈的家啊？他们家已经没有人了。那他家的房子在哪儿啊？一直往前走，中间第一家就是沈家。不过呀，那个地方不太吉利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阿泽，一会儿你去周围打探一下，我们俩去他家看看。是。这里如此破败，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。怎么了？这些小孩的东西，全都是双份的。你看，难道沈慈还有同胞兄弟？小心！别怕，是虫子。倒也不是特别怕。这看起来是个柴房，怎么会有人常住在这里啊？大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沈慈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啊？你们说的没错，沈家原本确实有对双生子，大的叫沈慈，小的叫沈岩。沈岩，这小的呀，说了也古怪，生下来就是瞎子，他那双眼睛啊，还透着白惨惨的光。最古怪的是，他能招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。真这么玄乎？那两个孩子呀，是我接生的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信。这小的眼睛看不见，性子呢也孤僻，从不跟人打交道，整天一个人嘀嘀咕咕的，就倒腾那些虫子。他爹娘也不怎么管他，他就住在自己家柴房里，几乎不怎么外出。所以呢，一般外人
都不知道沈家有2个孩子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孩子还是惹了祸，他养的那些毒虫一不留神，把他爹娘给害死了。经过那事儿之后啊，这哥哥伤心的很，就离开了这儿，去河阳求学了，说是这辈子呀再也不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也没有人再见过那个弟弟。如此说来，沈岩定是跟沈慈一起去了河阳。当他知道他哥哥死在了鬼林之中，便冒名顶替他哥哥的身份回到书院，对陈父等人伺机进行报复。按照刚才大娘所说，那个沈岩天生就会控虫，那陈父等人意识不清主动跳崖，恐怕是沈岩下了蛊虫。这么看来，沈岩的杀人动机和手段都已明确。可是这跟水波纹组织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机关重重的鬼林又是怎么回事？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回去吧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的正式见面吧，沈岩。你好像并不意外。只要有心，找出我的身份并不是很难的事。你生来异能，可以操控虫子。你怪陈父他们见死不救，害死沈慈，所以你假扮成他，利用蛊虫报复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总想着自己。不过这还不是真相。我知道你们查这个案子不过是为了水波纹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杀了陈父。你竟然教唆一个朝廷命官为你杀人？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留着他无用，杀了他也不难，何不物尽其用呢？为什么他说这还不是真相啊？到底遗漏什么线索了？没事，至少目前确定了陈福中的的确是蛊虫，只要了解了解法，就能知道真相。哎，对啊，要是陈父能够醒过来，我们也许能从他那找到突破口。我先回去查一下方术典籍，找一下方法。哎，再忙也要吃饭吧？你这几天长途奔波，风餐露宿的，精瘦了不少。我让厨子做了几个你爱吃的菜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不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我送你。别叫我，你有这功夫自己好好查查案子吧。女人心，海底针。这对她好也不行，对她不好也不行。你说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不敢讲。还有什么是你不敢讲的？讲。自打上官小姐进了县衙以来，我也一度觉得她对公子的态度是摇摆不定。但是根据最近的种种来看，她恐怕是……什么？讨厌公子。啊？公子，你想啊，只有讨厌一个人，才会烦着他，躲着他，看见他就挑刺，见着他就想跑，根本一刻都不想跟他多待，对吧？对吧？不会说话可以不说。下去，哎，下去，下去。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
讨厌我？怎么可能嘛？她都嫁给我了，怎么可能讨厌我呢？等等，当初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是上官芷，并不代表杨采薇的心意。他变成上官芷回来，第一个怀疑我是杀他的凶手。如今他与白小生和竹来江如此亲密，看来是把身份的秘密告诉他们了，却不肯对我透露半点儿。我越是对他示好，他就越是厌恶。难道他真的讨厌我？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怕我再待下去，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哎呀，可是我又不是我自己，我怎么能放纵自己呢？什么自己跟自己啊？小姐，你在绕口令吗？没什么，我自己都绕不清了。对了，小姐，方才卓少主让阿福捎来了口信。什么口信？他说银雨楼的事情他会调查清楚，让小姐莫要担心。少主，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玉蟾雏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引，据说有皮肉再生的功能。孙堂主的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个？保存的这么小心，看来对他十分重要。白姑娘，哎，我家少主约姑娘申时在鬼市河边一会。你家少主约我？对，请姑娘准时赴约。告辞。嗯。才几天不见，约我干嘛？还去河边？不会是……不会了。哎，这镯子多少钱啊？哎，这镯子怎么卖的？今天心情不错，你看着给吧。你们自己看吧。这个也不错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不卖了，我要收摊了。我那个今天晚上去哪呀？我约了人，这有钱。所以你们改天再来好不好？下次再来啊。什么呀？撤！撤！你跟白姑娘说好了吗？时间、地点都没错。说好了，会不会是我们路上耽搁了一会儿，她先走了？喂，谁哼轻笑一曲，谁掉进一浮萍，谁不小心被回忆占据，乱了心绪，也是雁过流云，也是小片子。干嘛？几天不见，不认识啊？今日又不是花灯会，你怎么穿的像个灯笼一样？
你有事没事叫我来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有事找你帮忙。就知道你没事不会找我。你看看这个，御蟾蜍啊！就知道你识货。这御蟾蜍只有鬼市有人卖，你帮我在鬼市盯着，看看这御蟾蜍到底是什么人要买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为什么要查这个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只管照做便是，到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怎么呢？合着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人是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是。行了，逗你玩的。我知道你心中不只有银子，还有我。那个御蟾蜍的事，就拜托你了。嗯，辛苦了。嗯，不辛苦。幻鸣虫产于南疆，最初脱胎于普通尸虫体内，后经南疆巫人所养，噬咬人后，通过伤口寄生到人血之中。寄生之后，人会意识模糊，无法视物，且此虫喜光，宿主也因此变得趋光，易被光亮所引。就是他。幻鸣虫一遇雪莲水就会融化。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小心。看来阿瑟说的没错，他真的讨厌我。好险，方才差一点就回卧塔了。以银针刺于上，于腰，剑鸣，丝竹，400，秦明6穴，滴入温热的雪莲水，即可驱散蛊虫。结果机会只此一次，否则病患将永无可治。按着他，神父，别让他碰眼睛。福儿，福儿要忍住啊，福儿。福儿，看好他，半个时辰之后再施针一次，就可清醒。是，多谢长官小姐。还要等半个时辰，我先去前院走走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吗？好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留在我身边是种折磨，等查明了一切，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？富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虑而后知所先。木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？
给我开开门啊！什么人偷袭我？被我逮到死定了！药油，看来此人只是想困住我，并不想伤害我。肚子好痛啊！那个有没有人啊？我肚子太痛了，不行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肚子太痛了，有没有人？上官小姐，上官小姐，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我，你们是怕我救醒陈父？你们是沈岩同党？不是，不说是吧？跟我见陈掌院。不是，上官小姐，我说，上官小姐，你看了这个，自然就会明白的。9月初3，那不是沈慈去后山的日子吗？所以这些猪、狗、牛羊，没错，就是我们这些家里没钱没势的书生。陈父和周哥、刘史是书院里的霸王，他们看谁不顺眼，就非打即骂，或者把人当作畜生一样取乐。陈父他还记录下这本册子，让我们传看，以此震慑。看不出来你挺能耐啊！连我爹都敢顶撞，骨头这么硬，那今天你就给我趴着尿尿！来，把他裤子给我扒了！看什么看？你们也想趴着尿尿？滚！岂有此理！那你们怎么不告他？没用的。陈掌院一心护子，他威胁我们不许宣扬。我们都是出身寒门，10年苦读，谁不想博取个功名啊？要是跟掌院作对，那就等于失去了避举的资格，前途毁于一旦。所以大家谁都不敢说，大家都想忍一忍，等离开这里，自然就会好起来的。如今你要救陈父，我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猪做狗，才出此下策。上官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您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这是我告诉你的呀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却只想着自己。半个时辰都到了，上官小姐到底去了哪里呀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回来没找着路。上官小姐，快施针吧。
上官小姐，怎么不是朕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福儿，福儿，你终于清醒了。告诉爹，是不是沈慈害的你？一定是他，是他造弄那些虫子咬了我，没过多久我就看不见了。福儿，你受苦了。潘大人，请为我儿主持公道啊！难怪你方才情绪那么反常。我一想到那人嘴里说出“公道”二字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救的却是一个恶魔，真正受迫害的人有冤难明。我甚至刚刚都在想，我就应该答应沈岩的条件，然后我就趁此机会拿针一针扎死他。当然了，我也就是想想而已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长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知道吗？今日潘大人要公开判决鬼火勾魂啊！妖术啊！陈娜，咱们一起看看。他就是手头上的潘大人，带嫌犯。他就是那个书生，长得挺俊秀的。真是没想到啊，真的是他。你懂什么？这种妖孽怎么能轻易陷于下？千万别看他的眼睛，当心被勾了魂去。上官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慈今日受审，你们不去看看？这跟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。沈慈只是反抗了虐待他的人，如今却要问斩，这实在是不公平。而且你们也深受其害，你们的沉默只会成为帮凶。上官小姐，分明是你救了那个恶人，现在却要我们舍弃前程去作证，
这对我们公平吗？读书要紧，多管闲事。走，来。继续念。而不依之徒，摄取与然诺，千里送义，为此不顾事，达乎死生之分。事情的经过呢，就是这样。请大人严惩凶手，以为我死去的两位同窗之友。嫌犯，你以虫害人，致两死一伤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恕。你有何话说？无话。我有话说。大人，上官芷，你有何异议？没有。大人条分缕析，明断无误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堂上还有漏网的凶手，就是这位陈父陈公子。什么网之鱼是陈父？不会吧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杀谁了？你跟周哥、刘史三人图谋杀害沈慈。上官芷，这里是公堂，若无证据，切莫信口雌黄。大人，证据我自然是有的。这本册子，陈公子应该不会陌生吧？都是你亲手所写，上面记载了你在新政书院所有的欺凌霸行。9月初3，杨胆大妄为，暗中告状，用荆棘条一路抽打，驱赶至后山鬼林，林中遇鬼，将杨拖走。9月初3，也就是沈慈被害的当天，这也就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试胆大会，是陈父等人强行将沈慈拖走。怎么样？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好玩吗？我觉得这林子邪乎的很，咱们换个地方玩吧。我怕什么呀？啊！老子还没见过鬼长什么样呢。起来了。这样的。我先把嘴给我闭严实了。走。陈公子，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你自己的字迹，总不会认不出来吧？一本小册子而已，怎么能当做杀人的证据呢？
富儿从小就喜欢奇思妙想，随手写下来的这些字句，若这也当真，岂不是太儿戏了？对啊，我编故事写着玩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儿。上官小姐，你之前救过富儿，我很感激。若是再这样没有分寸，我可以诉你诬告之罪。陈掌院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还有人证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合起来诬陷我，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啊！达逝者，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乎也。新政书院学生杨万明，愿押上我的功名和前程，为审词作证。臣父长期欺凌，陈掌院失职无教，这才酿成今天的惨剧，请大人明鉴。你们，新政书院王斌也愿作证，新政书院牛强也愿作证，新政书院应征愿为作证，我们都愿意作证。你们这群贱民！臣父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作何解释？没错。是我打的沈慈，也是我逼他进的鬼灵，怎么样？富儿，怕什么呀，爹？您是掌院，整个书院都是我们家的，我不过是找点乐子而已。沈慈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我赔他点医药费就是了。你们能治我的罪吗？啊？能啊。陈仵作，抬上来吧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掌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现在除了县衙里的人，没有人知道后山那具尸体是沈慈的，更没有人知道死牢里关着的是沈岩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就让沈岩把这出偷梁换柱演到底吧。陈仵作，念验尸禀数。是。尸体发现于新政书院后山悬崖下，死者男，19岁，死亡时间为1年前，死因为窒息，经确认是新政书院书生沈慈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是我不知道。对，他是沈慈，那他是谁？对呀，他是谁啊？他是谁啊？你还是自己说吧。我叫沈岩，是沈慈的胞弟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生来就与虫为伍。就连亲生父母都对我避之不及，唯有哥哥，是我从人身上获得的唯一温暖。今天是咱们的生辰。这是娘亲手煮的长寿面，快吃啊吃！娘才不会给我煮长寿面呢，是哥那碗吧？我吃了，你吃什么？咱们同胞而生，分吃一碗面又算什么？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我都很庆幸有你这个弟弟。谢谢哥。直到我闯下了弥天大祸，哥哥远走河阳求学，
我便悄悄地跟着他，一直躲在书院的后山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我哥那样一个好人，一个连虫子都不会踩死的人，却被你们这帮恶人凌虐致死。回去把嘴给我闭上！走！偷偷将我哥的尸体埋藏起来，以他的身份回到书院。因我目盲，无人察觉。你们杀了我哥，就该替他偿命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的眼睛，我也看不见了。我看不见了。富哥，我看不见了。我也看不见了。富哥！我用幻冥虫让他们目盲，幻冥虫趋光而行，我又操控萤火虫，用虫光引他们跳崖。福儿，你们想害我？潘远，你竟然为了一名死囚隐瞒身份，跟我使诈！福儿，使诈？我自始至终有提过他的名字吗？是你自己太笨了。更何况，对付你这样的奸恶之辈，我诈你又如何？潘大人，福儿年少无知，是我这个做爹的疏于管教，还望潘大人手下留情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好啊，根据我朝律例，过失杀人、伤害、无赦，即刻入狱，流放边疆。福儿，认罪伏法，才是真正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潘大人，来人！带下去！福儿，你救救我！我福儿，流放！福儿啊！你救救我！沈岩，你以仇复仇，其情可谅，但于法不容，判你杀人偿命，秋后问斩。草民知罪，谢过潘大人。走，回家了。爹爹，那个哥哥说，达世者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获矣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，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真正的大义。人一旦想明白了真正的大义，就会变得勇敢。什么利害关系都不能迷惑他，也不能吓退他。哦，那我将来也要做一个懂得真正大义的人，是吗？好。爹爹，你看太阳出来了。是啊，太阳出来了。这诗书在春秋，看波澜，惊涛不休。道一曲便来无恙，痴一生，斩断情忧。身负这无量劫炼狱，只为
守护温柔。两马难成，纵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仇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到终难张，然可以急刀入身。两马难成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两才难令，然可以治君见尊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扰扰，大祸不了了。我虽然能够理解沈岩的所作所为，但我觉得他实在太傻了。为了报仇搭上自己的一生，却不知道他的人生可比那些恶人珍贵的多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他既然选择复仇，就需要面对他应该承担的刑罚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劝那些书生站出来作证的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让人在他们窗外念了念书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沈岩说的没错，人没那么伟大，甚至有些时候比虫子还渺小。因为顾及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会变得懦弱。嫌疑人沈慈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会动摇，也会犯错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为了正义，奋不顾身的勇敢才最重要，不是吗？等查明了一切，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？不，这样的你，我绝不会放手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雨过天晴，心情大好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是依沈岩所说，在书院围墙外的一颗石头下面找到的，是沈慈的日记。他找孩童帮他读了，是水波纹。孩童画在沈岩的手心，他便记下来了。妙庄，这不是路部上另外一个死去的书生吗？心门是仓皇的仆人，是不敢与你只走路